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张图就是荷姆斯海峡目前的船运图。这个船运图里面，你看到之前它非常的繁忙，但现在船越来越少。你看到这个船跑得越来越慢。虽然讲说可以让少许的中国船只经过，可是刚刚讲到了，现在伊朗出来的石油90%是到了中国去，中国对这个石油生命线的依赖非常非常的高。接下来的川习会看起来，这一定是重中之重。对，没错。实际上这一次的这个伊朗被攻击这个事件来说，中国无疑是最尴尬的。为什么？因为现在根据外媒的报道，就是说美国在拟定攻击伊朗的时候，其实也是对外宣布说，川普要去访问中国，所以等于是两件事是同时进行的。那两件事同时进行，其实两件事是相关的。它是同一件事，当然是同一件事。然后好，也就是说，美国已经知道说我要攻击这个伊朗，但是我还是要去访问中国，所以这就是要做给中国看，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第一个，习近平或是中国的角色在这一次为什么尴尬？习近平和中国当然知道，他们要掌握能源，掌握能源来说的话，当然要跟中东国家打好关系，他们要往来的对象就是伊朗。为什么伊朗呢？因为伊朗是全世界第3大石油储存量的这个国家，尤其是伊朗过去几年来说的话，跟中国达成了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啊，投资4000亿美金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提供给源源不绝的中国人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伊朗，低价又便宜，所以我们的台塑集团为什么被打那么惨？因为伊朗有那么便宜的价格来嘛，而且台塑集团当然会被打得很惨嘛，这是一个原因之一。好。再来就是说呢，因为这革命卫队现在是最后有可能会跟美方这个大干一场的嘛，那革命卫队的他们做生意用什么做生意？石油卖给中国啊，所以这等于钱就是回到革命卫队的手上啊，所以这等于是革命卫队买的装备是来自哪里？来自中国啊。革命卫队在伊朗的核能力啦，伊朗的弹道能力很多也是来自中国，所以等于是革命卫队往来的对象就是中国，所以跟中国关系非常好嘛。所以当然这一局中国很尴尬，中国不能够挺伊朗啊。但是呢，我也不能够整个局作乱啊！为什么作乱？因为现在伊朗能够做的一件事就是瘫痪荷姆斯海峡。但是瘫痪荷姆斯海峡的时候，中国也不能够支持啊！为什么不能支持？因为中国最重要油源是来自这个地方。你看毛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什么？他说：“我们不希望荷姆斯海峡被封锁。”那另外一个，现在这几天的时候呢，王毅有打电话跟这个伊朗的外长讲话嘛？讲话之后，他就说呢：“我希望你们要顾全周边的这个局势，什么意思？就不要封锁荷姆斯海峡啦。”所以，事实上对中国来讲一样非常非常尴尬。好，所以来说，中国角色来说没有任何的角色。中国想要在这边调停，他也没办法，他顶多只能够背后施压。就说你革命卫队不要再这个样子啦，这样。但是问题是，革命卫队会不会听？不会吗？当然不会听。现在是革命卫队跟美军在博弈死战的时候，你中国也不支持我啊！你中国有支持我什么东西啊？没有支持我什么东西。现在是我的生死战，你在跟我讲交情，你觉得那有用吗？而且我觉得你最可怕的是，你碰到别人也就算了，对。你碰到了川普，他是完全没有 mercy 的，是他完全觉得杀人不长眼的。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美国的总统，当然美国总统本来就是杀人不长眼，可是他总是要包装一下嘛。他现在包装都不包装。刚刚讲到的，像卢比欧怎么讲？你可以看到的2大空军国家怎么样去瓦解摧毁一个恐怖组织。对，他现在的无人机就在空中盘旋，按照吴董讲的，你只要露一个脸，你只要打开，马上锁定以后马上把你炸掉。对，他是完全的不计成本的呀。对，没错。我们昨天不是讲嘛，现在的这个美国 AI 已经可以做到，我看到你就可以打掉你。对。所以现在来说的话，美国就在等待。你那些好像有点在打地鼠。就是你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你打掉，你出来我把你打掉。只是说这个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才会有4个礼拜这样的说法嘛。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到底荷姆斯海峡要不要被封呢？我觉得，因为目前为止来说，根据美国的说法是，所有革命卫队的海军已经完全被歼灭了，11艘完全都被歼灭。所以照理说啦，川普现在的说法是说，国际保险公司不敢保，我美国有一个叫做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我们可以让你保。对，让你保的话，事实上如果也敢保险的话，事实上很多船公司就敢开啦，因为你敢赔给我钱嘛。只是说这个费用怎么样？你看，连川普连这一笔费用他都要赚，对，你就知道他非常厉害哈。那我跟你讲，这9年都要赚，这个能够想得到，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厉害。你知道什么钱最好赚吗？国难财、战争财最好赚。所以为什么我就说嘛，现在刚才国珍或者说吴董都讲到一个油价的问题。实际上对美国来讲的话，油价往上冲，其实对美国的影响顶多是通膨的影响，但是对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来讲是生命的影响。那尤其是你看中国马上就跳脚起来了，那中国跳脚起来的话，川普要的就是这个样子啦，要中国跳脚。你能源被控制在手上的时候，你就完全没有牌可以打。所以吴董，你昨天就讲了，这件事情要收尾，习近平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然后在川习会里面，那就变成亮点哦。
这个战争到底能不能赶快收尾？还有，他其实要逼着中国，你不可以再做伊朗革命卫队后面的金主了。他不单是金主啦，而且他们在石油交易的过程中就去美元化了嘛。如果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的话，那个还得了？对，所以老川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国珍刚刚讲，他可是如果偷几条油轮这样偷跑过去的话，那被老川逮到，他怎么搞你？他制裁中国，而且购买伊朗的油源的石油国家，我通通制裁。明天马上把你关税100%。我本来还不知道怎么制裁，我现在知道怎么找理由，你买他就给你搞，所以现在没有买了嘛，也没有办法支援你嘛。唯一我们在观察说，因为它现在最重要的是去中心化这个动作。如果说中间有俄罗斯或是中国暗中的提供它的卫星的话，那作战方式会这个强度会增强。所以我看起来这个样子应该不敢，因为现在所以川普现在可能老神在在啊，见一个打一个仗啊，我就可以给啊。那你中国现在一个头两个头大怎么办呢？对不对？你怎么搞都搞不定，这是第一个。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毁灭这个政权，他要摧毁政权。然后第二个目标，摧毁政权之后，他就变中东的霸主。对，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国珍讲到，他是整个世界人员的权力的重组。那有人消费的，中国第一大消费国。那所谓的控制价钱主导者是谁？川普主导的嘛。所以这个战争我到今天才搞懂，为什么？一开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对，现在完全没有战略目标啊。他说他的理由我讲给你听，他理由是什么？他说这个叫搞核人啊，在搞核子武器。结果联合国跟他说没有啊，他没有这回事啊。这为什么要打？更恶劣的嘛。他接着他杀我2次。你有没有看到更恶劣的？今天《纽约时报》昨天一篇文章出来更恶劣。对啊。他把他整个做个调查报道，他认为说川普根本就设计好一边跟你假装谈判。我问你很简单，赫姆尼为什么去开这个会？赫姆尼要谈判呢？对，为了谈判才去开会的嘛。我要跟你谈判，我要有方案，我要内部讨论。我内部讨论的时候就把我给宰了。所以这是设局去把赫姆尼宰掉。所以他是谈得很有进展，快要成功了。赫姆尼认为说这个机会很好啊，快点准备答应老川条件，所以才非杀赫姆尼不可。最后的拍板是他拍板嘛，所以这个整个《纽约时报》的写法就是那个时间的那个 timeline 就时间线的过程，这个轰炸根本就是一个设局，把他绑掉干掉了嘛。太狠了吧？当然不是这国际政治，他也杀了很多美国人啊。对啊，那也不管了。而且他干掉以后，他能够把政权掌握吗？不可能啊，因为他已经不可能派地面部队嘛。对。那不可能派地面部队，他把他干掉了怎么办？就剩下是什么？他知道就是这个革命卫队。革命卫队跟他的儿子跟他的大儿子合作。他大儿子本身呢是个庸才，而且在宗教的地位不高。对。照法律上来讲的话，或者他们的法则上来讲的话，不能够接最高领导人。对。所以这个机会来了。你本来是 disqualify 不合格的领导人啊，因为你老爸死了，临时没办法把你抓出来当最高领导人，那他会怎么想？他想说快点跟老美和谈呐，他才不要跟你打仗了，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这个后面脚本啊，以色列跟川普通通都想好了。他有这么厉害吗？当然那么厉害，他没有那么笨，他知道这个就是油源的重组嘛。油权的全球重组，所以很多人讲说现在川普失控，你看这样川普愁眉苦脸，不是这个样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是吗？你看今天，Rubio 出来，然后记者问他说你要不要跟国会沟通，他没回答，他甩都不甩国会啊？那国会在哪里？北府你赶紧信到，刚才搞成这个样子。好的，子旭，现在大家都很紧张，那这个事情到底可以散掉吗？还有今天股市跌成这个样子，真的是因为荷姆兹海峡被控制住吗？我认为荷姆兹海峡是一个引爆点。它的概念就有点像是可能有一个矿坑里面这个甲烷浓度很高，到底那个打火机是什么？这个条件不一样。环纳会，对，只是这一次的环纳会是荷姆兹海峡。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最近的一个美国的一个油价，应该说报价有2个，一个是轻原油，一个是布兰特原油。那两者大概一桶相差$7。然后，那我这边主要是讲美国的一个市场概况。我们看到呢，最近的一个轻原油价格大概从每桶50几块美金涨到70几。但是也如刚各位来宾讲的，70几它是一个很高的价格吗？并不是啊。像是在那个疫情发生之后，一度原油的一个价格每桶来到接近$100。所以现在70几它并不是一个很高的价格。当然，它也会推动美国的通膨上扬，只是说它的一个比例上大概就是0.2、0.3这样的一个比例。
所以如果刚讲说，政治面或军事面，对川普他确实有时间去处理这件事情。那当然，在川普眼中其实我们这种外行人会觉得说，你现在的民调不高，你现在年终要期中选举了，你一定要顾好你的基本盘，所以你不能让你的通膨发生，你不能让你的经济不好。你说这个东西现在不是川普考量的范围，这是正常人的想法，但这不是川普的想法，因为他一直不觉得通膨很高，甚至他不是派的就是有一个就是属于他的人去这个担任联总会的一个理事嘛，甚至认为说现在的利率可以降到2%，所以我们不太能够用一般人的思维去思考川普他到底在想什么。那当然啦。刚刚来宾也提到了，现在美国除了在打这个伊朗之外，背后还有考量是什么？川普想要卖天然气，那价格也比较高嘛。你也觉得他要卖天然气？我认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考量。那当然我会回到金融的角度层面来去看这件事情，它到底对于在市场层面、金融层面，它要怎么来去做发展？那就如刚讲的，现阶段的一个行情的一个下跌，是因为散户或投资人对于在这个所谓的能源担忧这件事情上面，心理上有所恐慌，这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我等下会来去提到，其实就是过去已经涨得太多，杠杆层数过高。好，那我把这个表讲完哦，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汽油价格。美国的一个汽油价格呢，现阶段大概每加仑涨到了2.5美金，但是也刚讲了哦，在通膨真的是2021年、22年发作的一个时期，当时美国的一个汽油每加仑是来到接近4美金左右，所以要说现在很高吗？并也没有。但是如刚讲的，不论是原油的价格也好，或者是汽油的价格也好，近期大概都涨了30%。但是在整个美国的一个 CPI 的一个权重里面能源大概占6到8%。好，我们就假定所有的能源都涨30%了，30%乘以6到8%，其实对于 CPI 的反应大概就是在0.2、0.3，它的比例大概就是这样子。但是目前美国的一个 CPI 大概是保持在2.4到2.6。如果进一步走到2.6到2.8，确实以现在联准会的一个这个利率空间来讲，也没有太多的一个降息空间。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现在跟整个革命卫队已经开始跟时间赛跑，一个就是赶快按照我既定的计划，我要把我的飞弹，我要把我的无人机攻击周边的国家，我要把天下搞乱，搞乱了以后，我要让川普有压力，然后我们来进行谈判。但川普就是我现在见一个杀一个，你只要敢冒出头来，我就把你给宰掉。而这样的一个比赛，谁会取得优胜呢？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